脉尽度，以虎力回天，速去玉城方家，请白银小姐出世。这天下贱，唯有他能救我。快去！爷爷，爷爷，玉城方家，对，找白小姐救爷爷。来人！少爷，速去查白银小姐身份。是。少爷，少爷，查不到白小姐任何身份信息，只查到她于1年前入住方家。说下去。说来也怪，白小姐被接进方家前，方家霉运缠身，全家染上冠病，只能等死。可自打白小姐被接进方家，方家的冠病一夜全消，短短1年，方家已晋升成为余城首富。速速派人去余城方家，跪请白小姐出世救我祖父。是。少爷有令，速去余城方家，跪请白宁小姐出世。少爷有令，速去余城方家，跪请白宁小姐出世。少爷有令，速去余城方家，跪请白宁小姐出世。你们不该来这里。白小姐，3个月前，我儿从拍卖会上拍得一件古董花瓷后便一病不起。我唐一峰斗胆，请白小姐出世，救我儿一命。我等恳请白小姐出世，救我后人性命。白小姐，你疼你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这是，我既已答应方长庚替他护方家1年，便不会毁约，除非方家先失信于我。爷爷，请回吧。白小姐。1年前，方家接手铁道工程，不小心切断龙脉，遭到天谴，灾祸连连。方长庚为保全方家，用一生功德与寿命跪求我出世。进来吧。天地为眼，我已身入局方家，用丝带遮天眼，可替方家避开天谴。只需安然度过明日，天谴便会消失，而我也该离开了。白小姐，寿宴时间到了，该入席了。白小姐，稍等一下。今天是伯母的50岁寿宴，她怎么来了？穿的还是苏州云锦定制的旗袍，你们未免对她也太好。何止是好，她1年的吃穿用度都比得上贡品了。我哥为了讨好她，就连收藏的百年龙井玉茶都给她喝了。难道就一直这么惯着她？那还能怎么办？我爸死的时候交代了，一定要伺候好她，还说什么要是伺候的她不满意，她死都不会瞑目的。披肩是吧？我去拿。你看看我哥，我真是服了，他不来照看你这个未婚妻，偏偏要去讨好一个瞎子。他真瞎了，天天带着一条丝巾，去哪儿都需要人伺候，不是瞎了是什么？
年份不够，换了。好，我这就去。50年份的茶还不满意，非要喝100年老茶，天天白吃白喝，挑三拣四，真想让我妈把他赶出房间。那是方少爷的未婚妻吧？看起来真恩爱呀。估计是吧，不然像拿衣服这样的小事，哪还需要方少亲自动手？明明我才是文远哥的未婚妻，我说这女人怎么好意思死皮赖脸赖在方家，还吃穿用度都要求最好。若雪，自从这个女人来到方家之后，文远哥都对我冷淡了。他不会是把自己当做女主人了吧？她还妄想嫁给我哥，我真是忍不了了。我去找我妈。我绝对不会允许任何女人跟我抢文远。去备几张椅子，有客要来了。有客？可今天的座位都已经……什么？沈晨的程家要来？程家？你确定是省城顶级豪门程家？好，我知道了。爸说的没错，白小姐果然不简单，难怪她临死前特地交代我，让我一定要伺候好她。电话里面说什么？什么程家？妈，沈晨的程家要来参加方家的寿宴。那可是南省政商两界的巅峰存在，传言说南省的半壁江山都姓程，若是方家能够跟程家连上线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哎，不是说程家神秘难遇，从来不参加任何宴会吗？我听说最近程家有个100亿的大项目，该不会是……呀，这方家可是要走大运了呀！哎，没错，放不下去。宴会跟餐酒调整到最高规格的，那是家中礼数。哦，对了，所有宴会的人不允许穿露肩露背，你亲自去安排。好。若雪，陈家人马上来了，我着急安排宴会，你帮我照顾好白小姐。我又不是她的奴。文远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会照顾好白小姐的。你不是要把她赶出方家吗？我有一个办法。真的要这样吗？这可是死了人才会穿的丧服，外面有这么多宾客，而且程家就是因为程家人要来，所以才要借此机会把他彻底赶出方家。白小姐，你应该刚刚听到我妈妈说的了，宴会调整至最高规格，所有人都要换统一的礼服。对啊，白小姐，程家人马上就要到了，快把这件礼服换上吧。是这身衣服吗？是不是还不是我们说了算？反正你这个瞎子也看不见。等你穿着丧服出现在宴会上，伯母肯定会震怒。对，就是这件。你确定吗？当然，我确定啊。这不是你奶奶在南山给你求的平安扣吗？怎么会突然碎掉了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碎了就碎了，有什么不好的？反正他也看不见。不对，这女人不是瞎了吗？好端端问什么衣服？不会是装瞎博取文远哥的怜悯？白小姐，你天天带着丝带也该脏了，我帮你换下来，去换一条新的。等等，小姐你没事吧？好痛！真是见鬼了！小姐，叶小姐，夫人喊您过去一趟。真是麻烦，先过去。你去盯着白小姐，把托盘上那件衣服给换了。是。白小姐，我带您去换衣服。
小脚，没事吧？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也太倒霉了。寿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这个样子，怎么给伯母磕头跪寿啊？时间快到了，我们得赶在陈家人来之前完成拜寿。白小姐人呢？她马上就要完了，在伯母的寿宴上穿死人丧服，我看她还怎么在方家待下去。白小姐到！这怎么可能？她不应该穿……你给我过来！叶小姐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让她穿托盘上那一件。这就是托盘上那一件，我一进门桌上摆的就是这件衣服。该死，肯定是趁我不注意偷偷换了。我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。开始吧。吉时高照，小辈跪叩寿星，贺寿辰。跪寿！慢着，娇娇，程家人马上就要到了，有什么事情一定要现在说吗？伯母，小辈给长辈跪寿是传统礼节。白小姐在方家白吃白住了1整年，什么都要用最好的，那她也算是方家的半个小辈了。她既然接受了方家的优待，那她是不是也应该给伯母磕头跪寿啊？白小姐，你在方家也有1年了，你怎么说？让我跪寿，这天下无人受得起。好大的口气呀！这女人到底是谁呀？伯母，程家是传承100年的大世家，最注重礼节。她连给长辈跪寿都不愿意，那岂不是会让程家觉得我们很没有礼数？妈，角角说的对，他不是来给我们方家当祖宗的。长庚死前让我一定要照顾好白小姐，说白小姐是大造化之人。可他张嘴就要绫罗绸缎，吃喝用度都要最好的，这1年他一个人花费比全家花的还多。我就不相信有本事的人这么无知，是时候试一试他。就是这里了，都给我打起精神，随我去请白小姐出示。是。程家重礼节，今天的寿宴不允许出现任何的差错。妈，你糊涂了，你忘了爸临死前是怎么交代咱们的吗？白小姐是贵客，任何人任何事都得给她让路。就因为你爸一句遗言，我们整整养了她1年。可自从白小姐入了门之后，我们公司发展的越来越好，现在就连沈晨的程家都已经……跟他有什么关系？那是我们自己努力的，我偏要试一试，我受不受得起他一拜。方长庚，看来你死难瞑目了。诸位，我作为方家的掌权人，要求小辈跪地给我拜个寿，这过分吗？程家到。不给我下跪拜寿，好，既然你不懂规矩，那就叫程家人教你规矩。省城城市一族都胆请白小姐出示。省城城市一族都胆请白小姐出示。程管家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您快起来，有什么话？放肆！程家办事还不退下！白小姐，我奉我家少爷之命来此试想。你们的来意我已知晓，回去吧。
程家人不是来为方夫人祝寿的吗？怎么对方夫人这个态度，反而对这个在方家白吃白喝的女人跪下了？这白小姐到底是什么人，竟然受得起程家的贵情？程家可是占据南省半壁江山的顶流世家，怎么会给他跪下？我方家犯下了弥天大错，大难临头。怀宁小姐身怀异术，唯有她可以助我们方家躲过此劫。我知道了，程哥，难道程哥生前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不成？他没来之前，我方家确实祸事连连。难道他真有什么东西？我刚才还让他跪拜，还说了一些……白小姐，程家可是贵客，哪有让贵客赶出去的道理？程总管，来，递上粮，有什么话起来再说。绝不能让这个女人攀上程家，不然文远哥肯定会被她抢走的。程总管，现在白小姐吃穿用度都在我们方家，也算方家的半个小辈。你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伯母，伯母一定会帮您的。是，程管家啊，您有什么事情啊？您不妨直接跟我说。你们方家能做白小姐的主？啊，也不是说只是……当然了，白小姐现在吃穿用度都要挑选最金贵的，就连喝饼茶都要百年龙井。白小姐，方家待你不薄，也是时候该轮到你来回报方家了。你逾越了，掌嘴，掌嘴。什么？你我刚刚怎么突然冲起来动手了？怎么回事？文远哥，好疼啊！白小姐太过分了，我不过就说了两句实话，她怎么能……小姐别说了，白小姐不欠方家的。白小姐，我家老爷的情况危急，无人能医。少爷听闻您有妙手回春之能，托我请你去他程家。原来是程老病重，需要医治。其他事情我不敢保证，但看病这点小事，我还是能替他做主的。哎呀，这点小事哪劳烦您亲自过来呀？刚才让你跪寿这件事情，确实有些不妥。这样吧，程老治病这件事，我就替你答应下来。当真？你什么身份替我答应？看来有些忌讳，方长庚没敢全告诉你。这什么意思？且不说我不打算答应程家，就算我答应了，也得等明天过后。几位，时间不对，请回吧。给程老看病这件事情，你这点面子都不给我，还非要等到明天才肯去。方夫人，白小姐，我家老爷子五脉全堵，情况危急，明天就来不及了呀！人命关天，你还摆什么架子？你现在马上去程家！我可以收回对方长庚的承诺，可方家一旦离了我，便会延续1年前的苦况。这后果，你承受得起吗？真的是省城陈家的人来了，千真万确。我听说程家的继承人程子谦还没有结婚，该不会是来……哎呦呦呦！我就说程家怎么会突然来拜寿，肯定有好事，肯定是。哎呀，哦。您就是程总管吗？程少爷今天怎么没来？啊，若雪，哎，奶奶，
这是我的孙女若雪，年方22，还未婚配。这程少今年好像25吧，大3岁，刚好相配。哎，奶奶，您胡说什么呢？哪有胡说呀？我们跟程家呀，可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关系。这他们相中了你，要不是来提亲的话，怎么会来呀？老太太，请自重。我们来这里可不是为了方家，更不是为了提亲。那还会是什么原因呀？我家老爷子病重多日，特地派我前来方家，是请白宁小姐出世救人。这救人？她呀，一个投奔方家要吃要喝的女娃娃，她还能救人？这眼睛怎么还蒙上丝带了？我记得1年前长庚带她去过老宅，当时也没瞎呀。你想好了吗？天亲降临，还不到3个月，我方家就已面临绝迹。用我一个人的命换我方家逃过天谴，值了。我死了以后，方家拜托白宁小姐了。1年前我见你的时候，眼睛还好好的，寿宴上蒙条白丝带，不嫌晦气吗？方奶奶，您的意思是1年前她的眼睛没瞎？对呀，1年前她眼睛好好的，哎，现在怎么就……哦，我明白了，寿宴上搞特殊，想吸引贵客的注意是吧？啊，赶紧给我把这条破丝带摘了！我就说，刚刚在换衣室，好端端的问什么衣服，最后还把托盘上的礼服给换了。原来你眼睛没瞎呀！奶奶，他在我们家要吃要喝要伺候，现在还装瞎博取同情。哼，小小年纪心机深沉，看在程总管的面子上，装瞎的这件事儿我先不跟你计较了，赶紧把这个晦气的玩意儿给摘了，跟程总管去救人。你们当真对不起方长庚所付出的代价。异雾蒙眼，乌云遮天，我主沉浮，重铸世间。程总管，这白小姐恐怕真有奇术。刚刚你的身体突然被操控，之后此事当真？千真万确。哎呦，哎呀，老太太大善啊！可惜白小姐说要等到明天才会离开方家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老太太，我家老爷子怕是等不到明天了啊！那就让他今天去。哎，没听到程总管的话吗？赶紧把这破玩意摘了，去救人。这条丝带我允许你来摘，只要你能承受得起即将随之降下的天谴。真是好大的架子，长根愿意收留你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我老太婆连生死大劫都熬过来了，还承受不起摘条破丝巾的后果。方家如今的安详是你儿子用命换来的，这条丝带一旦摘下，天谴便会随之而降，这后果你未必承受得起。方家现在繁荣兴盛，项目不断，怎么可能家破人亡？我看你是怕装瞎的骗局败露，
跪着借口。哎，娇娇说的对，你不摘，我来摘。哎，奶奶，不可！爸生前就交代过，谁都不能对白小姐不敬，否则方家会大难临头。啊！这，那是你爸呀，病糊涂了。这谁家还没有过倒霉的时候呀？啊！放开我！我今儿还不信了，这一条破丝带还能关乎到我们方家的运势呢。丝带一摘，方家大难，摘者必死。你儿子用命付出的一切，将付之东陵。你是想好了？你吓唬谁呢？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老太婆的命硬得很着呢。奶奶，不能摘啊！你快去奶奶。白小姐，在我方家白吃白喝住了1年，我倒要看看她有什么本事。奶奶，我还偏就摘了，哼！我倒要看看。啊！奶奶，我还偏就摘了，哼！我倒要看看。啊！我的脸！哥哥还是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打来了？那个花瓶，它一直在摆着，它怎么会摔下来了？哎，不就是打个雷，碎了几只花瓶而已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？我就知道你没瞎，你还说什么？我必死无疑，我们方家要大难临头了。哎，大家也都看到了啊，这个晦气的丝带，我还就摘下来了。我看你呢？啊！奶奶！奶奶！妈！死了！他的话真的灵验了，死了！老太太被砸死了！太玄乎了，这白小姐到底是什么人？这是！奶奶，我都跟你说了不要去摘掉那个丝带，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？为什么？快去叫救护车！好，马上！怎么会这样？不会的！妈的命硬着呢，当年的怪病，他都挺过去了。这次他肯定没有事情的。王爷，这都是巧合是不是？这都是巧合对不对？白小姐，我求求你救救我奶奶！我奶奶她不是有意的。程总管，这恐怕不是巧合，头部重击，颅骨破裂，看样子是救不回来了。此事重大，速去把消息传给少爷。是。你说什么？因为白小姐一句话，方老太太在宴会上竟然被吊灯给砸死了。当时白小姐说，她戴的那条丝巾一旦被摘下，方家必定家破人亡，而摘者则必死。所以方老太太摘了那条丝巾了。不错，方老太太摘下丝巾不过10秒，便死于吊灯之下。少爷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我怀疑这白小姐有操控。立即通知程总管，让他不惜一切代价，必须把白小姐请回程家。是。爷爷，看来这个白小姐真的不简单，您有救了。医生，快救救我奶奶！医生，我奶奶怎么样？抱歉，病人颅内出血，已经失去生命体征，准备后事吧。妈，死了，
真的死了，他的话显灵了。奶奶死了，好好的寿宴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丝带一摘，方家大；摘者必死，摘者必死。奶奶摘掉丝带，当场身亡。接下来就是方家。白小姐，你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吗？天谴已至，方家将延续1年前的灾祸，你们好自为之。白小姐，我奶奶刚才出言不逊，她已经付出了代价，我求求你不要放弃方家，我替他们给你磕头道歉。晚了，我本无意计较，可你们一意孤行，执意如此，得此下场，怨不得人。从此以后，我不会再踏入方家一步。白小姐，我求求你不要离开。妈，你们快跪下来道歉！白小姐刚才说的话全都灵验了。如果不想看到方家大难临头，就只能求白小姐留下来。这么多客人都在，让我这个长辈给他跪下来道歉，我还哪有什么脸面？而且我也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。哎，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用。站住！妈，你为什么就是不信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让你别逼着白小姐跪手，你们非要她跪？为什么我让你劝奶奶不要摘掉她的丝巾，你们非要使她？白小姐要离开我们了，她不管我们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办？是我的，是我的，还给我白谱！再说了，吊灯已经7、8年了。质量不好的掉下来了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站住！不许求他！妈，白小姐要走了，她一旦出了这个门，就再也不会回来了。走吧！我就不相信，我方家离了他，还真活不下去。方奶奶只是摘掉了他的丝巾，就被宰来死了。可是我刚刚竟然想在房间里让他穿丧服，让他出丑。你确定吗？当然，我确定。不会的，只是巧合而已。平安扣碎了，没事的，明天我再让人帮我求一个就是。叶小姐，你这在说什么啊？没事，我只是说，现在方家项目多得很，如日中天，怎么可能会因为他的一句话就大难临头啊？你也这样认为吧？我也觉得，他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方夫人，今天的事儿您别太放在心上。我们还有点急事儿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我们先走啊。喂？什么？方长庚，最终他们还是辜负了你。我与方家缘分已尽，从今以后，方家生死与我再无关系。白小姐一出方家大门就宣降立相，不可能这么巧。看来方家真的有大难临头了。白小姐，白小姐，今天发生在方家的事儿，我都看在眼里。既然方家质疑您的能力，不妨给我们程家一个机会。请我出手需要付出代价，你们程家承受得起吗？少爷吩咐，只要能请到白小姐，程家可以不惜一切代价。
他倒是敢赌。请。此话当真？白小姐已经在来程家的路上了。好，务必以最高的规格接待白小姐，不得出现任何差池。少爷，白小姐已经答应救治老爷子了。这白小姐到底是什么人？她真能一句话就能断定人的生死？爷爷身居高位，识人无数，能让他亲口交代去请的人，必定很大。程家所有人立即随我前往正门，恭迎白小姐莅临。是。白小姐身怀异术，是世上唯一能救爷爷的人。我希望各位以礼相待，绝不可做出冒犯之事。是。哎，你说少爷跟总管把这白小姐说的神乎其神的，还一言能定人生死，这世上有这等奇人吗？正是少爷该考虑的问题，你僭越了。请白小姐下车。这可是前朝灭绝前的礼制，代表尊卑分明，早在100年前就已经废除了。这白宁小姐的动荡，却这么人长自然。少爷，这李治好像是，他的身份恐怕不简单呀。少爷，这位便是白小姐。程氏一族恭候白小姐多时。乌云不天，死劫难逃，怪不得程长虹让你们来请。都起来吧。不是管家透露的消息，那他是怎么知道爷爷派人去请他的？白小姐，我爷爷病重多日，来的医生都说无能为力，还请您随我进程家，出手相救。不急，我的规矩你可知道？什么规矩啊？少爷，少爷，白小姐留住方家这一年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吃的是山珍海味，样样都是御贡级别的。如果我们程家想要留住她，必须要以最高规格接待。这倒不是什么问题，这其中有什么说法？来的路上，我问过白小姐，她只说这是我们普通人请她改命能够承受的最大代价了。常人想要逆天改命，需血脉至亲一命换一命。方长庚一条命换不了方家所有人安然无恙，便只能用身外之物相补。白小姐，而程家想要救程长虹，这个代价他唯一的亲孙子付不起，便只能换身外之物相抵了。白小姐，只要能救醒我爷爷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愿意。您请进。逆子！是他把那破古董买回来，怎么会染上怪病？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白小姐啊，不愿意离开方家，难道我儿子就等死不成？你好歹的还有几个孩子呢，你再看看我们老苏家3代所生的孙辈儿，
没有一个是能活过1岁的。现如今，我这唯一的孙子又要过周岁了，你说这能不能啊？这个，白小姐不离开方家，我们恐怕……是我，快说，说什么？白小姐离开方家了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给我盯紧点啊！方家有任何情况，第一时间向我汇报。不是，电话里怎么说的？你笑嘛呀？你说话呀你！方家那群蠢货，为了攀附省城程家，得罪了白小姐，竟然在寿宴上将白小姐给逼走了。竟有这种事儿？千真万确，程总管把白小姐接走的，现在估计已经到了程家。这不是天助我也吗？这白小姐离开方家，我这大孙子有了救了！哎呀，白草！这是我想买的左脚，一边去！信息是我提供的，去你地吧！我儿子最严重，谁也别给我抢！我要第一个接到白小姐。快去程家，走！夫人，宾客都已经送走了，我已经交代过了，宴会上发生的事情，他们不会外传的。我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刚刚工程总监给我打电话，响了2声就挂了，我回过去，他也没有接。我看不是什么好事。你还真相信他那些话？方家会不会大难临头，我不知道，但是离了他，我们方家能少了不少的开支，这个我倒知道。妈，白小姐刚进方家的时候，你把她看成转运福星，恨不得什么好的东西都给她。这才过了1年，你怎么变得这么斤斤计较了？什么福星？我方家能有今天的一切，那是我方家自己努力得来的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你说什么？程家建游乐城的那块地，在地下挖出了一座古墓。你们总监呢？他干什么吃的？这么大的事情，到现在才告诉我。古墓破损，工程部所有领导在1个小时前被警方逮捕。那块地怎么处置的？强制停工？也就是说，我这10几亿的项目就这样血本无归，毁了。再不会挖出古墓，他说的都灵验了，白小姐说的全部都开始灵验了。先是奶奶被吊灯砸死，现在又是项目出事。我不会的。说，方总，不好了，我们去年承包的铁轨隧道塌方了，有一个车厢的人被埋在里面了。方总，这件事上热搜了，官方那边1分钟前下达文件，说要取消与方氏集团的所有合作。这不是真的，这都不是真的！妈，你看到的只有白小姐在方家花费的绸缎和茶叶，但你从来没有想过，方家如今的一切都是白小姐带来的。这明明都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完了，妈的喉咙好像卡东西了。是白小姐，一定是白小姐，她说的全部都开始灵验了。拆这逼死，教会人亡，该怎么办？现在不是哭的时候，走，送妈去医院。你坚
解释一下，我们马上就到医院了。哥，不会这么巧的，对不对？奶奶才刚去世，妈不会死的，姐妹拐个弯就到医院了。若雪，若雪，你快醒醒！若雪，若雪，若雪，你快醒醒啊！妈，怎么会这样？你别吓我！喂，120妈，出车祸了，快过来救人！妈，你坚持住，救护车马上就来了。哎呀，我相信你说的话了，这是报应啊！你快去省城程家，去把白小姐请回来，快！白小姐，旁边就是我爷爷的卧房，病情危急，还请您不急。既然我来了，他的病什么时候看都不晚。先安排沐浴吧。好，那您先休息片刻，我这就让总管去安排。等等，啊，白小姐有什么吩咐？沐浴前，房间里需点上1等的奇楠沉香。1等奇楠沉香，洗个澡需要点上88万1个的奇楠沉香。用的水需取自天山7月份的冰泉水。天山的冰泉本来就难取，还有7月份，少爷泡茶都舍不得用的水，他居然要用来洗澡。我今后的衣物布料需用天级冰蚕丝手工缝制，我的要求能做到吗？这哪是贵宾啊，这简直就是祖宗！要是谢家的掌权人都没有这么奢侈。少爷，这去啊，能，白小姐，我这就下去办。拿走吧。是。白小姐还是不满意。回少爷，白小姐说难以入眼。什么？那可是极品白瓷，她还入不了眼？她也太难伺候了吧！呀，难伺候都是小事，最重要的还是他究竟什么时候能够出手医治老爷子。少爷，要不先催他医治？不用，我相信爷爷的眼光。去库房的保险柜，把我珍藏的那套青花万寿壶给他送过去。是。不是，少爷，那套万寿壶您都没用过，怎么能给白小姐用呢？再说了，这世上哪有不先展现自己的能耐，被别人先供起来的道理啊？少爷恕罪，是我多嘴了。少爷，有贵客即将到访，是中部5大省城的顶级世家，以唐家为首，现在正在赶来的路上。中部唐苏李云林5家，可抵中部的半边天，他们怎么会一同来访？有说是为了什么事而来的吗？没有。此事重大，所有人随我去正门迎接。对了，留下2个人照看好白小姐，无论她提什么要求，都尽力的去满足她。是，少爷。这中部5省这些世家，平时跟我们程家也没什么来往，今天怎么就突然到访了？难道是因为白小姐而来的？哼，怎么可能啊！又不是家里钱多烧得慌，没事请个祖宗回家供着。表少爷，青花万寿壶白小姐收下了，但她对茶叶不太满意。事儿真多。去，把家里剩下那点100年份的黄金牙给她送过去。是。又怎么了？
黄金牙白小姐收下了，但她说茶不太够，让我再取点过去。没够，那是1两，不是1克，够她喝到明天的了。白小姐说她喝茶只喝第2泡。挑三拣四，真把自己当祖宗了是吧？好，我这就找她去。哎，强哥，别忘了，少爷刚刚怎么交代我们的？不管白小姐提出什么要求，我们都要满足她。打一进门开始，就要东要西的，还这不好那不够，100年份的黄金牙，我恨不得喝200泡，他倒好，只喝第2泡，这不是挑三拣四，这不是得寸进尺是什么啊？撒开！哎，表哥。白小姐，您这也沐浴完了，茶也喝了，到底什么时候能叫老爷子呀？时候未到，不急。是时候未到啊，还是您把握不足呢？这个病而已，用不着这么一推再推吧。快别说了，白小姐，我们没有质疑您的意思，只不过确实没有先收礼再办事的道理啊。那你们不该找。是，我也没想到，请看白小姐，香薰要用奇楠的1等沉香，沐浴要用天山的冰泉水，喝茶要喝100年的黄金牙，更没想到，您是来当祖宗的。既然程家连这点代价都承受不起，那就请程子谦另请高明。白小姐，您是来给老爷子治病的，现在病也没治，程家的好东西倒是用了不少，就这么走了不合适吧？确实不合适。他刚才手上有拿东西吗？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表哥，他可是总管好不容易请来的，他要是走了，我们怎么跟少爷交代？我就不信他真敢走。现在我与程家2000元。白小姐，您觉得您就这么一根普通的线香，就能抵了你在程家？表哥，他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程家不在意这些身份礼物，只是爷爷他情况危急。白小姐，您看能不能先救人？我与程家已经两清，想再请我，你们便是3跪9叩，也未必能再见我一面。让程子谦另请高明吧。让程子谦另请高明吧。哎呀，我，哎呀！哎，白小姐不是刚出来吗？人呢？表哥，你刚刚真的有点冲动了。冲动？你怎么不说他得寸进尺呢？那也是该少爷头疼的事情啊！现在白小姐被气走了，我们怎么给少爷交代呀？几位师伯，请进。我祖父最近身体抱恙，不宜见客，还请各位不要见怪。各位师伯稍作休息。哎，不怪不怪，那个坐呢，我们就不坐了，我们就是听说程老爷子身体不适，我们过来看望一下。要是能偶遇上白小姐，再把白小姐从程家给挖走，别笑啊！不能让程家人看出来咱们是来抢人的。各位师伯，本来今天是要拒绝的，只是少爷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不是让你们照看好白小姐的吗？白小姐她已经离开程家了。离开程家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呀，她喝个茶挑三拣四的，还非要100年的黄金牙，我这实在看不过，我说她2句，她就放话说让咱们程家另请高明办，她就走了。少爷，表哥也是心疼爷爷的情况，想让白小姐早点出手医治，可没想到那白小姐她一言不合就放肆。少爷息怒。哎呦，少爷，
这真不是我们对白小姐有什么成见，实在是她太得寸进尺了。她用咱们程家那么多好东西，这临走时候就给咱们一根线香，说和咱们程家两清了。点香，这嘛玩意儿？不清楚。不过，其实白小姐拿出的东西，注定不是凡品。一帮蠢材呀！就算是把白小姐请到家了，又留不住。不过也好啊，这白小姐要是留到程家，那么咱们岂不是没有机会了吗？一定要想个法子，把白小姐留下的香搞到手。你们说，白小姐留下这根香，要跟程家划清界限，让程家另起高明。是啊。我要这根香干什么？我是要他这个人。爷爷指名道姓让他来医治，你们倒好，人来了都能被你们这两个蠢货给赶走。哎，程超，这白小姐既然走了，你们怪她也没用啊，不如想想怎么挽回损失。世伯，这是何意？实不相瞒，这个现象特别像我爸爸走的时候，我烧的那第一根。世侄，不如把它卖给我，以解我相思之情。你要买它？这根香看起来普通常见，唐家好端端的，买来它做什么？我愿意出1000万。1000万？就为了买根1块钱不值的破香？少爷，不如把这香去让给他。这武家突然拜访程家，一直都不肯透露过来的目的，现在还喊着要把白小姐留下来的香，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恐怕要让世伯失望了。这根香3000万。5000万，外加一份价值5个亿的房产合同。世侄，你就体谅体谅我，体谅体谅我的相思之情，好吗？5000万外加5个亿的房产合同，这别说一根破香了，都能买1斤的奇楠纸香了。唐老师疯了吧？我唐家在南省中心那块地让给你了，世侄。不过是一根线香，你不会如此计较。5000万，价值5个亿的合同，还有南省中心地段的地皮，我确实没有不答应他的理由。谢谢世侄。啊，我还有事，先行告退。我们也有事，不用送了。这少爷，我怎么感觉失去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？一根香罢了，怎么也比得上唐家给的那些东西。老唐，快把香拿过来！筷子长这么一根，你可不能吃独食啊！那个人家孩子多，你死个仨俩都无所谓嘛。哎呀，老哥哥，您呐就行行好，先让着我点儿。那个哦，我在刚才的条件上再给你多翻2倍。2倍？凭什么先给我吧？凭什么先紧着你啊？你翻2倍，我还翻3倍呢。你老唐，咱俩关系最好。哎，这根香你让给我啊！不，哎，我别抢啊！我抢什么？就不怕把程家人吵后悔了？你们知道这香是干嘛用的吗？啊，跟我抢！我不管它是干嘛用的，只要是白小姐留下的，必须分我一半。哎，不错。哎，白小姐身怀奇术，且有起死回生之能，袒露出来的东西绝对不简单。这根香我最少也要分。哎呀，可不会啊！都别抢了，都够了，平均分
每人1/5。行。看好了，听一听，把你脏手拿开，请使用度量衡。哎，这个好。我这边挪一下，少不了你的。虽然不知道这香到底有嘛用途，但不要紧呐，老唐有的，我也得有。白宁小姐，我是方家方文远，还请您不计前嫌，出手救方家一命。方文远，这不是于城方家那个？好像是吧。请白小姐不计前嫌，救方家一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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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方家那边什么情况？1分钟前刚传来的消息，方家倒台了。你说什么？白小姐一离开方家，就接到工程被叫停、隧道塌方的通知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给我继续盯着方家的动静。不是，方家现在嘛情况啊？方家倒台了。嘛玩意儿？王夫人喝水的时候被硬币噎住，去医院的路上又遭遇了严重车祸，现在生死未卜。真没想到啊！白小姐刚刚离开方家半天，如日中天的方家，不行，这样我要马上去。快去灵山脚下，我必须第一个请到白宁小姐。你们把白小姐离开前说的话再重复一遍。她说她和程家已经两清了，要是再想请她，即便是程家3跪9叩取钱，也不一定能见到她。她还说要少爷您再另请高明吧。少爷，白小姐心高气傲，太过狂妄了，我就不信了，这世界上只有她能救醒爷爷。让程家3跪9叩的去请他，他未免太傲了些。少爷，要我说，还是算了。少爷，方文远等来了。方文远是谁？于城方家的少爷。把白小姐气走了于城方家，他来干什么？特来跪请白宁小姐回去。就在半个小时前，于城方家倒台了。倒台？不仅如此，方夫人喝水时误吞了1枚硬币，在送往医院的路上遇到了车祸，现在生死不明。这4代一摘，摘者必死，方家大乱，全都灵验。都怪你们2个蠢货！我爷爷要是有什么3长2短，我要了你们的狗命！备车，把这2个蠢货给我带上，3跪9叩，去请白小姐的原谅。哥，白小姐呢？你把白小姐请回来没有？你说话呀！没有，白小姐不在程家，完了，我们都完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好端端的一个家，怎么就这样毁了？都怪我！都怪我斤斤计较逼走了白小姐，都怪我呀！白大哥，这人情况危急，需要立刻抢救。角角，那好像是角角的衣服，是不是叶角角？他怎么了？你认识病人？他家燃气块爆炸，烧伤，需要立即抢救。这么伤势，
小娇也别忘记了，平安扣，他对白小姐不敬的时候，他的平安扣就碎掉了。我早该想到的。什么平安扣？妈，当时娇娇以为白小姐是瞎子，所以在宴会上给她换了一套丧服。什么？当时娇娇佩戴的平安扣就碎掉了。从那以后，娇娇就接连倒霉。白小姐，你天天戴着丝带也该脏了，我帮你换下来，去换一条新的。等等，娇娇你没事吧？好痛！我本来以为这是巧合的，我没想到这是报应，这是我们冒犯白小姐的报应。妈，我不想死啊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让我说，我方家犯下了弥天的大错，大难临头。白宁小姐身怀异术，唯有她可以助我们方家躲过此劫。一切以白宁小姐为主。快我都劝过你了，可你就是不听。现在落得此下场，谁也管不了。都是我有眼无珠，只看到眼前的利益，都怪我拉不下脸去求白小姐，都怪我对不起长庚留下的嘱托，都怪我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怪我。不行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不行，被撤，或者就拖着我残废的身子，亲自去求白小姐的原谅。快！你都这把年纪了，何必亲自来伺候？老奴才80岁，正是强身健体的好年纪。再说，能亲自伺候小姐，那得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荣幸啊！你倒是有心了。小姐夸我了。收下吧。多谢小姐，只是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宝贝啊？龙涎香，我观你大限将至，抽个时间点上，再多活2年。多谢小姐赏赐，老奴多谢小姐赏赐。竟然是龙涎香。这可是能延年益寿，可治世上一切奇病恶疾的绝世珍宝。10年前，我身染恶疾，时日无多，多亏老朋友忍痛切了一指甲盖的香给我，我才能活到现在。老姐，好些了。你来了。这是足足的一根呢。罢了，这要是带回京都，这还不得羡慕死那几个老家伙呀！小姐，好像来人了，要不要老奴备上一份300年的老茶？老奴前几天刚收上来的黄山毛峰。不必理会。白小姐，我乃中部唐家唐一峰。3月前，我儿身患顽疾，情况危急，
听闻白小姐身怀奇术，在此跪请白小姐出世，救我儿一命。少爷，咱们程家好歹是南省第一世家，三跪九叩去请人，这传出去有伤颜面呀。要不这样，我呢去道个歉，就当给白小姐个台阶下了。啊，程家的颜面，早就在你对白小姐出言不逊的时候就已经丢光。少爷，这白宁小姐虽然本事不凡，但咱们程家也是有头有脸的大世家。这三跪九叩的事如果传出去，它不好听呀。是呀，少爷，为了咱们程家的颜面，不如我等斗胆前来，恳请白小姐出世，救我后人性命。谁在喊啊？少爷，这声音听着有点耳熟啊。少爷，这不是昨天来我们程家那5个人吗？他们怎么会在这儿？还都跪在那儿磕头？龙部五所的顶级世家掌权人。少爷，这5位掌权人什么情况呀？我祖父最近身体抱恙，不宜见客，还请各位不要见怪。不怪。这个做呢，我们就不做了，我们就是听说程老爷子身体不适，我们过来看望一下。我就说他们好端端的怎么会来我们程家？原来看望祖父世家，想要把白小姐抢走才是真啊！他们来我们程家是抢人的，看来白小姐的能耐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三跪九叩去请白小姐，绝不能让他们5个人抢先。是，快点。程氏一族特来向白小姐请罪。程家小侄，昨日刚刚将白小姐逼走，今天没必要再来自取其辱了吧？那也没有5位世伯脸皮厚啊，抢人都抢到我程家。妈，马上就到白宁小姐住的地方了，不管她说什么，方家都得答应。妈知道，只要她能回方家，就算让我这个被撞残疾的长者亲自给她下跪道歉，给她端茶倒水赔罪，我也能忍。哥，我也可以给她倒茶赔罪的。你们2个能想通就行。前面门口跪的是什么人？说我脸皮厚，哈哈！你们程家才是不要脸的蠢货！昨天刚刚将白小姐逼走，今日就提着礼品来跪请了。那也比不上5位世伯啊！来程家的时候只字不提为了白小姐而来，一出程家的门就立马来灵山抢人。那只能怪你们程家眼盲心瞎，愚不可及。是你们5家横插一脚，道德败坏。那白宁小姐高风傲骨，绝对不会跟你们回程家，你们赶快离开。白小姐心怀大义，绝对不会见死不救，是你们应该离开。这是程家的继承人程子谦，中部5省的顶级世家的掌权人。这可是跺跺脚就能让全省震动的人，怎么会跪在这里？都是来请白小姐的，她竟有如此的能耐。我当时来了好友了，结果是3个不要脸的来了。怎么，你们方家遭了报应，今天还要请白小姐回去？不知廉耻的蠢货！白小姐，方家已经知错，特地前来跪地请罪，还请白小姐。少爷，这门他怎么就自己开了？世间生死皆有定数，我无意插手你等之事，各位请回吧。
白小姐，方家已经受了应受的惩罚，还请白小姐救救方家。还请白小姐救救方家。方家生死与我无关，回去吧。白小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给您道歉。您大人有大量，您就……你哪里是知道错了？分明是怕死！赶紧滚！别污了我家小姐的眼！你是谁？京都百年世家谢家老太爷，这种级别的人物，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？这就是谢家那位吧？我谢青天不才，不过是小姐的贴身奴仆。奴仆？哪有你方夫人厉害？居然在宴会上强迫小姐给你磕头跪寿！你是京都的谢家，你给他当奴仆？能被小姐选做奴仆，那是我的荣幸。而像你们方家愚蠢无知，白白浪费了方长庚一生的功德和性命。浪费长庚的性命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1年前，方长庚用命换得小姐出世，护你们方家渡过难关。你们不懂得珍惜也就罢了啊，还敢对小姐不敬，简直是该死！该死！该死！难怪长庚1年前枉死，原来……对不起，长庚，对不起，我该死，我该要听你的忠告，我害了方家，是我毁了方家。难怪爸临死前交代我说一切要以白小姐为主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方家这1年的安详是我爸用命换来的。既然知道，还不快滚！方家落得此下场，是我们自找的，我们活该。妈，我们走吧。我对了吧，我该死，我该死请白小姐出事的代价竟然如此之大，大到需要方长庚以命相救，真是晦气！哎，还有你们几个，也赶紧走吧。小姐喜静，既然她让你们走，就不会答应你们的啊！南省程家程子谦，此生此世愿为奴仆，奉小姐为主，请小姐救我爷爷一命。少爷，你干嘛？起来！我意已决，退下。还请小姐成全。好一个不要脸的小辈儿，居然敢跟我抢饭碗！小姐，千万别答应啊！进来吧。小姐，教长，可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跟着我。小姐，失礼了。阴险的小崽子，
把我的活都抢了，一个个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就知道跟我抢小姐。小姐，您稍等。要不怎么说咱们连当奴仆的资格都没有？看看人家那察言观色的能力，长江后浪推前浪啊！你合格了。走吧，去程家看看你祖父。谢小姐成全。嘿，还是比不了人家程少能豁得出去啊！你以为豁得出去就有资格做白小姐的奴仆了吗？谢着吧你啦！这程家请到了白小姐，恐怕以后要得道升天。是啊，好在我们忙活了半天，也不是一点收获也没有。你这香，你这香哪儿来的？白小姐给程家的，她不识货，我买了，怎么了？开个价卖给我。我可是拿它当传家宝，我卖。谢老太爷，你如此激动，莫非你知道它的用途？这可是龙涎香，这可是能延年益寿、去除世间一切奇病恶疾的绝世珍宝啊！你们连用处都不知道，赶紧卖给我！能去除一切奇病恶疾，延年益寿。那个谢老啊，我们苏家3代的孙辈啊都没有活过1岁的呀，这香能让我孙子活到长大吗？你也太小看小姐出手的东西了，这香啊，能破除你苏家3代不能留祸的灾祸。嘛玩意儿？多谢老太爷告知啊！我孙子这回可算是有了救了。谢谢谢老，我儿子也有救了。还愣着干嘛？赶快回点香啊！快！哎呀，草率了！我告给他们用处干什么呀？再也买不着了。哎呀，这什么龙涎香，真的有用吗？一点上，咱儿子就能活过来？这可是京都谢老太爷亲口说的。这香一燃，能去除世上一切奇病恶疾。哎呀，我的儿啊，赶快好起来吧！程家那不要脸的小崽子已经攀上白小姐了，咱们唐家就只有你年轻未婚，长得还算入眼，你可要为唐家争口气呀！儿子，你终于醒过来了！你昏迷这些日子，都快把妈吓死了。别唠叨了，儿子，时间不等人，其他4家已经行动了，赶快起来穿衣服，给白小姐当奴。爸，说什么呢？我
我去当奴仆？对啊，就是你啊！程家那小子可攀上白小姐了啊！过不了多久，那程家就如日中天。咱比不过程家，咱要比得过你苏伯伯他们4家。赶快起来，起来！啊，什么情况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还愣着干嘛？快去啊！这白小姐让我们每人都带着这个丝线是干什么用的？不管它有没有用，既然少爷已经认了白宁小姐为主，他便不会对咱们不利。跪！程氏一族跪请白宁小姐为老爷子改命。程朝红劫数难逃，唯嫡亲血脉才能以命换命。你们做好为程子谦分摊代价的准备了吗？程氏一族愿付起一切代价。手腕那条丝线可帮你们平安度过今晚，不可拆卸，否则轻则见血，重则丧命，可都听明白了？我等明白。今晚过后，我便会出手救治程长红。都退下吧。是。小姐，想要救血木祖父，需要拿我的命换吗？我既已收了你，就不会让你死。小姐，这是带在身上，不要离身。今晚8点过后，待在房间里，不要出门。好。今晚8点过后，待在房间里，不要出门。小姐说过，今天晚上不能开房门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少爷，有族人没听从白小姐的交代，沐浴时将丝线取了下来，结果没到1分钟，浴室的热水管爆炸了。严重吗？面部烫伤严重，但命能保住，眼睛怕是保不住了。我知道了，退下吧。啊，是。我明明记得把门锁好了，怎么门突然开了？什么声音？好像是浴室传来的。来了。白小姐，你是突然闪现在我面前的，
我怎么动不了了？我这不是在做梦吧？你刚刚突然闪现在我面前，艺术，这难道就是爷爷说的身怀艺术？你没有在做梦，以后跟在我身边，你会喜欢的。怎么了，小姐？东西给我。哦，小姐，刚刚这个房子有点诡异。这朵花怎么枯萎了？它明明刚刚还好。他替你死了。替我死了？怎么可能？替你祖父改命，确实需要一命换一命。程氏一族替你分担代价，他替你而死，瞒天过海，有何不可？瞒天过海，有何不可？代价抵消，明日可以准备救醒你祖父。好。哎，爷爷，白小姐究竟是何方神圣？竟然有与天抗衡的能耐。昨天晚上简直是太可怕了，我房间的窗户一直被风在吹开，就连下楼梯的时候也差点摔倒。总之，特别的倒霉。三堂叔今天没来。三堂叔怎么了？他昨天摘了那根丝线，洗澡的时候全脸严重烫伤，就连眼睛都保不住了。什么？还有一件事，今天早上我醒来之后发现，它变成这个颜色了。你们做好为程子谦分摊代价的准备了吗？程氏一族愿付起一切代价。手腕那条丝线可帮你们平安度过今晚，不可拆卸，否则轻则见血，重则丧命。可都听明白了？莫非这就是白小姐口中的代价？丝线变红，就代表着她替我们挡了血光之灾。三堂叔取下丝线，没有媒介替他挡灾，所以少爷，昨天晚上我们几个都遇到好几件，我差点死在房间里。啊！昨夜凌晨，浴缸自动放水，而地上突然多了一根通电的高压电线。什么？那浴缸的水它一旦溢出来，岂不是会……不错，我在关水的途中被莫名的绊倒，脑袋差点砸中了浴缸。我本来以为我必死无疑了，没想到白小姐凭空出现救了我。竟有这种奇事儿？难道真如老爷子所说，这白小姐身怀异术，竟有起死回生之能？白小姐的能力远超于我们的想象，我希望程氏一族以她为主，不得再出现任何差池。是。都备好了吗？小姐，都已经好了。你们看，老爷子身上在冒着黑气。这不是白小姐之前给程家的那炷香吗？是我眼睛花了吗？好像是凭空出现的。表哥，我想起来了，这香最后被唐家给买走了。啊，对，唐家也是为了白小姐而来的，咱们该不会是买亏了吧？怎么突然变天了？有我在，何必担忧？
表哥，你看老爷子的脸，这香究竟什么东西啊？我就不该卖给唐家的。上次唐家来拜访，一看到这根香就着急要买，甚至不惜用价值5个亿的合同跟南省中心地段的地皮来换。什么遗弃父亲的思念之情，都是假的。帮我打听一下这支香的作用。是，主编。小姐，这天气，去端杯茶来。以茶为镜，请天地替我让声道，请万物为我开天路。天地让道，万物开路，这就是爷爷昏迷前交代让我去跪的人。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！表哥，你看到了没有？白小姐让天帝替她让声道，那杯茶一倒，这天就变了。相貌与美下我看到了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堂京都谢家老太爷为什么会做他的奴仆了。我们程家怕是要得道升天了。程长虹，你可以醒来了。爷爷，爷爷，程长虹，你倒是哎呦，老身跪谢白小姐出手相救。爷爷，你这都给我跪下，跪下！老头子并非想打扰白小姐，只是事出意外。我孙儿年纪还小，外面各大世家虎视眈眈，我若就这么走了，他身后将无依无靠啊！所以你就想让我成为他的依靠？就算希望渺茫，我们程家愿倾全力试一试。倒是敢想。这一切都是我老头子自作主张，明知白小姐已隐退于世，可为了一己私利，多次打扰，请白小姐责罚。那就在这跪一夜，好好清醒清醒。你的孙子我已经收了，至于是依靠一时还是依靠一世，就看他自己的造化。多谢白小姐成全。不用管我，白小姐肯庇护我们程家，别说跪一晚上，就是跪一辈子我也乐意啊。子谦，你长大了。爷爷，您当时只留下一句话就昏迷不醒，只说了白小姐身怀异术，有起死回生之能。她究竟是什么人？您又是怎么知道她的存在？这件事情说起来话长啊，那是1年前，上层圈子有这样一则传言，说义城西区的那片地下藏有金矿，我准备竞拍那座金矿。去吧。啊？什么？回来！可京都的一位世家告诉我说，那块地是谢家不要的，谢家背后有高人指点，说那块地不能动，一旦动工，将有灭顶之灾呀。果然，最后这块地被方家拍到，
他们家祸事连连，大难临头，直到白宁小姐被请入方家，才得以好转啊。谢家，谢老太爷不是白小姐的贴身奴仆吗？什么？谢老太爷是白小姐的奴仆？不错，我去灵山请她的时候，亲耳听到谢老太爷说，我谢晴天不才，现在只不过是白小姐的贴身奴仆。谢家，难道这位护佑谢家的高人竟然是？子谦，你快到书房把我抽屉里那张照片拿回来。好。这位高人算一算年龄也应该50、60岁了，可这位白小姐才20出头，不应该呀！这跪在地上的人，像是30、40年前的谢老太爷。那旁边这位是，有点眼熟啊。爷爷，你觉得他像不像？像，太像了。这张照片是我30年前无意得到的，这位女子就是庇护谢家，成为第1世家的隐士高人了。所以，那位庇护谢家的高人，就是白宁小姐。啊？怎么可能？她几10年过去了，她的样貌居然分毫都没变。以茶为镜，请天地替我让声道，请万物为我开天路。或许，他比我想象的还要恐怖无数倍呀！我记得几10年前，京都谢家还是不入流的一个小家族，可突然有一天就一跃成为了京都第1世家。不错，谢家如今所拥有的一切，都是因为这位高人呐！子谦，成家以后的路能走多远，就全靠你了。好，爷爷。哟，这不是在拍卖会上花费巨额拍了个古董花瓶，一回家就差点病死的唐少爷吗？哼，那也比你强。哎，哥几个，这他们苏家一听到子孙一个活不到周岁，吓得连恋爱都不敢谈。你们来程家，不会也是来给白小姐当奴仆的吧？这本少爷过来就是走个过场，这奴仆你们几个谁爱当谁当去。此事当真？白小姐留给程家的那根香名叫龙涎香，用着能延年益寿，去除世上一切奇病恶疾。不错，唐家花高价钱将龙涎香买回去，就是为了救他儿子的性命。而且我还查到，京都谢家一直高价收购龙涎香，条件任开。少爷，香的事情已经查到了。什么香？啊？竟有此事！白小姐身份尊贵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竟敢冒犯于她！去，奔到祠堂领家法去。是。老大，那香查的怎么样？白小姐留给程家的那根香名为龙涎香。啊，龙涎香，听说此香能延年益寿，还能治奇病。当年谢老太爷就是被龙涎香救回了一条命啊！快拿来，我看看。哎，被唐家花高价买走了。什么？爷爷，老爷子，爷爷。
爷爷，你醒醒！哎呀，龙贤香啊，龙贤香，这可是谢家求都求不来的宝贝呀！你们怎么把它就给卖了？哎呀！老爷子，少爷，有贵客来访，是中部五省世家的5位少爷啊。唐家也来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唐家这小兔崽子，今天不把那根香吐出来，他就甭想离开这个家门。哎，这程子贤真蠢啊！堂程家大少爷开心给人做奴，他爷爷病得那么重，能救回来才怪呢。待会儿见到白小姐，就告诉她，我们就是死从2楼跳下去，也坚决不会做她的奴隶。那还用你说？本少爷身份尊贵，我岂能受这种屈辱？程老爷子，你怎么还活着呢？你怎么可能？难道我爸没有骗我？白小姐真的把人救回来了？白小姐既然进了我程家的门，我老头子自然就会长命百岁。哼，倒是你们几个小兔崽子，快把从我程家骗走的龙涎香给我还回来！香？你说的是我爸给我侄儿点的那半截香？点了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我爸非神叨叨的说那香能救他孙子的命，所以就把它给点了呀。爷爷，你醒醒啊！爷爷，还请白小姐救救我祖父。爷爷，不过一根龙涎香而已，何必急成这样？小姐，那是一整根啊，筷子那么长一根。当初谢家为了一个指甲盖，都求遍了整个京都，我痛心。我操！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真的是变出来的。既然程家这么在意龙涎香，那此物便当作是我收下你的见面礼吧。好，快！程家，多谢白小姐赐香。程家，多谢小姐赐香。我程家自愿奉小姐为主，求小姐成全。